欢迎来到智慧星球，智慧值得传播。祝您听书愉快。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《清晨高效能》。你的早上是不是这样的？闹钟响了之后，迷迷糊糊按下再响一次，想着再眯1分钟就起床。结果20分钟后，你猛然惊醒，立刻爬起来胡乱洗漱一把，把手机、钥匙全塞到包里，一路飞奔到地铁站。经过地铁站外面的早餐摊时，你快速扫码付钱，抓起一个饼塞到包里，准备到了公司再吃。紧赶慢赶，终于在最后1分钟打上了卡。你在办公桌前长吁一口气，拿出已经冷掉的饼开始吃起来。你当然知道早起半小时就不会像打仗一样这般匆忙了。你还知道如果能早起1小时，你可以去楼下跑步；如果早起2小时，你能在跑步洗澡之后再读一会儿书。科学研究证实，早起能让一天更有条理，能让人一整天都精力充沛，更有效率，能让人拥有积极的心态和健康的身体。2017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授予了研究人体生物钟基因的3位科学家。他们的研究表明，如果按照生物钟规律早睡早起，身体的免疫力就会增强，生病的风险就会降低。如果人们的生活方式总和生物钟作对，人们患上各类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大。早睡早起有很多好处，道理都懂。然而，你也做过无数次早起的计划表，但每次都败给了再响一次的闹钟和再眯一会儿的念头。本书作者达蒙·扎哈里亚德斯是一位效率和时间管理专家，他创建了一套晨间惯例。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，井井有条地完成每一项任务。在执行这一整套程序一段时间后，他活力满满，精力集中，效率惊人。他开发了数百个网站，写完了一本畅销书，还负责撰写一份有几千人订阅的时事通讯周刊。同时，他每周还花50到60个小时在公司工作。作者将他的这套经验写成这本书，想要帮助大家早起，高效利用早晨这一段时间，实现每一天的目标，进而实现自我提升。全书共有4章，分别介绍了为什么要早起，如何创建晨间惯例的步骤，如何应对挑战和失误，以及成功人士的案例。下面我将结合这4章的内容，带你详细了解作者创建晨间惯例的10个步骤。这10个步骤又可以具体分为准备、计划、执行和回顾4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。准备阶段的第一步是确定目标，这是能够实现早起的关键。有了目标，你才会有内驱力，不需要别人逼迫就能完成自己想做的事。所以创建晨间惯例的第一步就是好好想想，你要利用早晨的这一段时间达成什么目标呢？比如说，你的工作节奏快，压力大，你希望早上带着平静的心情去上班，这就是一个目标。再比如说，你因为长期对着电脑，一坐就是一整天，你希望早上能锻炼身体。再或者是你平时很少有时间看书学习，你希望早起学一些新知识。拿出笔和纸，把你的目标写下来吧。写下目标之后，就到了准备阶段的第2步，排除障碍。任何原因都可以让我们赖在床上睡懒觉，找出这些原因非常重要，这样你才能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，避免赖床。许多人不能坚持早起的原因是疲惫感。尽管前一晚已经下定了决心，但当早上闹铃响起的一瞬间，他内心感到特别疲惫。这种强大的疲惫感在身体内部转化成强大的阻力，让人感觉躺在床上继续睡觉远比起床执行晨间惯例更有吸引力。于是很多人选择继续赖床，但事后他们又开始自责，觉得自己浪费了早上的时间，意志力不够。但作者认为这不是意志力的问题，你可以凭着意志力早起1-2次，但最终还是会被这种疲惫感打败。而且就算凭着意志力勉强起床了，也往往一整天都精神不济，效果并不好。所以作者建议要关注疲惫的真实原因。你的睡眠时间充足吗？你的睡眠质量高吗？什么样的睡眠是高质量的睡眠呢？对此，科学家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研究。一般来说，大脑在我们睡眠时会经历4个睡眠阶段。第1个阶段是昏昏沉沉的入睡期，第2个阶段是容易被打断的浅睡期，
第3个阶段是不易被叫醒的深睡期，第4个阶段是快速眼动期。这是大脑活动处于最高点的阶段，人们一般会在这个时候做梦，而且也很容易被惊醒。为了得到充分的休息，大脑必须不间断地经历全部阶段，也就是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。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大概是90到120分钟，人的大脑每天晚上要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。科学研究发现，睡眠周期被中断可能比根本不睡觉还要糟糕。比如说，快速眼动期是你的大脑高速处理信息和记忆的阶段，如果在这个阶段被打断，第2天你可能就难以集中注意力了。所以，首先我们要保证睡眠时长，让大脑经历多个睡眠周期。成年人的睡眠时长普遍为6到8个小时，会经历4到5个睡眠周期。如果你想早上6点起床，那最好在前一天晚上10点睡觉。其次，要保证睡眠周期不被打断。什么情况下最容易被打断呢？比如说半夜你想上厕所，或者晚上气温骤然变化。所以睡觉之前要少喝水，门窗也要关好。然而，现实中很多人虽然10点已经上床了，却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为什么？有的人可能晚饭后喝了一杯奶茶或者一杯咖啡。有研究指出，睡觉前6小时不要摄入咖啡因，否则会影响睡眠。而奶茶、咖啡、茶这些饮料中都含有咖啡因。还有些人则是因为刷手机舍不得睡，刷社交网站、看短视频、打游戏玩得不亦乐乎。那就算你10点上床，可能到了半夜1、2点也还是没有丝毫睡意。因此，作者建议睡觉之前不玩电子产品，这是保证早入睡的关键。那怎样才能快速顺利的入睡呢？作者建议可以每天在固定时间入睡，让身体形成生物钟。在睡觉之前锻炼半小时以上，可以更快入睡。睡前冥想10分钟也有利于排解压力，尽快入睡。如果你拥有了充足的高质量的睡眠，但你仍然感觉自己起床时充满压力，害怕开启这一天，那你就需要关注自己的精神问题了。最近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？是不是工作上的挑战太难解决了？需不需要和老板聊一聊工作上遇到的困难，或者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呢？总而言之，充足高质量的夜间睡眠是创建晨间惯例的必要条件。如果你睡得好，晨间惯例就会更容易执行和坚持。如果睡得不好，你就会不断拖延起床的时间。有些人虽然睡眠不错，但就是起床困难，喜欢拖延。关于这一点，作者给出了一些小妙招，比如将闹钟设成自己喜欢的音乐，或者干脆将闹钟放远一点，让自己不得不起床去关闹钟。另外，在光亮中醒来，能让身体感觉更有活力，起床也更容易。如果你的房间透光性很好，那你睡前可以不必拉窗帘，让阳光自然照射到床上。如果天气不太好，或者阳光不容易照射到屋内，那你可以试着买一个灯光唤醒闹钟，在闹钟响起的同时开灯。设定了目标，排除了障碍，就来到了第2个阶段，计划阶段。在计划阶段，你首先需要计算出每项任务需要的时间，以便确定什么时候早起才够。作者在书中说，他每天5点起床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有必要早上5点就起床呢？当然没必要。什么时候起床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定的。简单来说，这是一个倒推的过程。比如说，你需要9点到达公司，从家坐地铁到公司需要50分钟，你需要20分钟吃早餐，30分钟洗漱化妆上洗手间，这些总共耗时100分钟。那么你需要在7点20分起床才够。如果你还想增加30分钟锻炼时间和20分钟洗澡的时间，那你就需要提前到6点半起床。如果你想更保险一点，把等电梯、等地铁等意外的时间放进去，那就再预留15分钟，你在6点15分时就要起床。确定起床时间是创建晨间惯例的第3步。确定了起床时间之后，就到了第4步，列出详细的活动清单。比如，你的目标是想要让自己早上不那么匆忙，那详细活动清单可能就是起床后整理床铺，做20分钟瑜伽练习，
自己准备早餐。如果你的目标是想学习知识，那详细活动清单可能就是读一本书、写读书笔记、去读书平台看书评文章。如果你的目标是想让身体更健康，那详细活动清单可能就是在小区内跑步3圈，回家洗澡，吃高蛋白早餐。接下来，你还需要列出一些会破坏晨间惯例的习惯。这些习惯是你不希望在早上出现的行为。比如说，你不想早上匆匆忙忙，那就要避免浏览新闻或者刷社交媒体。如果你想更健康，那就不要吃高糖食物。如果你想更好的集中注意力，那就不要每隔几分钟便查看手机上的新信息。有了活动清单，这就要开始行动了吗？还没有。作者提出还需要做第5步，选择可以充分提升能量的活动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作者早起的活动中有2项能够让他精力充沛，分别是用冷水洗脸和喝一大杯冰水。这2个活动就属于提升能量的活动。一位叫蒂莫西·费利斯的畅销书作者，他提升能量的活动是铺床，因为铺床这项活动能给他带来一种掌控感。另外一位叫谢利尔·巴舍尔德的企业家，他的提升能量的活动是听音乐。他一起床就会开启音响，音乐让他感觉大脑被唤醒。所以作者建议写下每一个让你感觉能量满满的活动，把它加入到你的晨间惯例中。好，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设计你的晨间惯例了。在第一次设计的时候，作者建议你只要选择最简单的几项活动就够了。比如说，你想要早上不匆忙，你的晨间惯例可以设计为听到闹钟坐起来，打开音响听音乐，洗脸刷牙，做5分钟伸展运动，吃早餐。再比如说，你想要早起锻炼，那你的晨间惯例可以设计为听到闹钟坐起来，用冷水洗脸，下楼跑步，回家洗澡，吃高蛋白早餐。现在计划做好了，到了执行阶段了，这是第3个阶段。该怎么行动呢？作者的建议是从最简单的计划开始，这也是创建晨间惯例第6步的内容。作者一再告诫读者，想要一次改变太多习惯就会导致失败，最好是一次只集中在一件事情上。养成新习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循序渐进，一点点的积累。比如说，在第1周，你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听到闹钟就坐起来这件事情上，接下来的1周就培养自己用冷水洗脸，再接下来就把精力集中在洗脸刷牙之后立即做5分钟的伸展运动上。从最简单的计划开始，然后逐渐增加项目。虽然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有一整套行动，但这样更容易坚持下去。但你可能会发现，尽管你已经选了几个最简单的步骤，但还是觉得难以执行。作者的建议就来到了第7步，简化步骤，降低每一个活动的难度。比如说，你想每天早上花半个小时慢跑，你坚持了2天就坚持不下去了，那该怎样把阻力降到最低，让晨跑变得尽可能容易些呢？作者建议在前一天晚上就做好一些准备。比如说，你可以穿着跑步服睡觉，把跑鞋放在床边，这样你一起床就能立即开始慢跑，不用早起找跑鞋或者找衣服穿，可以少执行2个准备项目。再比如说，你可以提前设计好跑步的路线，下楼之后在小区内顺时针跑5圈。还有，你可以提前往杯子里倒满冷水，放在床头柜上，早上起来就喝上一杯。这些准备工作的目的就是通过简化活动来减少大脑所面临的阻力，让你更容易成功地坚持下来。这样的建议也可以用在做早餐上。你计划每天早上在家里做早餐吃，那怎样让这件事情更简单呢？前一晚，你可以将鸡蛋等食材放在厨房，将煎锅洗干净放在灶台上，把盘子和餐具在餐桌上摆好。你会发现，前一晚的准备工作做得越细致，第2天要进行的活动难度就越低。顺利做完每一个步骤之后，就到了第8步，形成习惯链。作者特别强调习惯链，习惯链就是按照预先设定的顺序发生的一系列活动。比如闹钟响就起床，起床之后就去卫生间刷牙，
刷完牙就去厨房喝一大杯冰水，喝完水就穿上鞋去跑步，跑步回来就洗澡，洗完澡就吃早餐，吃完早餐就收拾出门。这一系列活动就是一个习惯链，每个活动在每天早晨以相同的顺序进行，每个活动都会触发后面一个活动。一旦我们执行习惯链中的第一项，就会自行完成一整套惯例。触发器对形成习惯链至关重要。什么是触发器呢？你按下电视遥控器，电视就打开了。按下遥控器这个动作就是打开电视的触发器。同样的道理，行动触发器就是你做了某件事情之后，就触发你不假思索地做下一个动作。比如作者习惯于起床后就用冷水洗脸，早晨从床上爬起来的行为就像一个触发器，他根本不需要思考就会开始用冷水洗脸这个动作。所以习惯链不是由一系列随机活动组成的，而是由一系列的触发器组成的。那怎么样才能让触发器植入呢？作者建议从已经养成习惯的活动着手，每天早上要刷牙，这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养成的行为习惯。如果你想养成看书的习惯，那就在刷牙之后立刻坐到书桌前看书，让刷牙成为看书的触发器。总结起来，就是利用根深蒂固的习惯来帮助养成新的习惯。如此一来，大脑就可以轻松地将新活动纳入习惯链中。当然，作者也强调，不要奢望一次性把多个活动串联在一起，然后期待它们立刻产生效果。比如，你一次就要求自己看书半小时，还要听半小时英语新闻，再去做瑜伽半小时。这些活动叠加在一起执行，会产生太多的阻力，你肯定会失败。如果你尝试着把新的习惯和旧的习惯组合起来，形成一个迷你习惯链，执行起来就容易得多。比如，刷牙之后看书半小时，吃完早餐之后听半小时英语。刷牙加看书是一个迷你习惯链，吃早餐加听英语也是迷你习惯链。再将这些迷你习惯链组合在一起，组成一个更大的习惯链。接下来就到了第9步，作者建议写下每一个行动步骤，贴在冰箱上，贴在床头，或者贴在书桌上。把步骤用纸和笔写下来有一个好处，它能让你将注意力集中在你正在书写的内容上。有科学研究表明，书写时大脑的认知过程与打字时的是不同的。大脑在书写行为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参与其中，这样可以促进更深的理解和牢固的记忆。而且把每一项活动都记录下来，会让你的目标更加清晰可见。它同时也是一种提醒，提醒你每天都去执行它。这些步骤形成一个不用思考的循环，你需要用到的不是自己的意志力，而是习惯成自然。所以作者建议拿出一张纸，将其分成2列，在左边一列写下你日常生活中的各项活动，在右边一列以分钟为单位写上每项活动需要的时间。这样一来，你就能确保自己在不匆忙的情况下完成整套晨间惯例。准备、计划、执行3个阶段都完成了，接下来就是第4个阶段，回顾。作者建议你每周做一次总结与调整，这也是创建晨间惯例的第10步。因为生活一刻不停地在变化，也许你新来的上司要求每天提前10分钟开一个晨会，或者你在跑步1个月之后想要尝试早上读书，所以你势必要随着环境和目标的改变，更新你的晨间惯例。作者建议在总结和调整时，先看自己的目标有没有发生变化，是从健康调整到学习了吗？如果目标换了，后续的步骤也要跟着换。如果目标没有变化，那早上的事情有没有变多，上班和通勤的时间有没有变化，这些都意味着晨间惯例需要调整。最后，作者强调了2点，为创建和执行晨间惯例的人打消顾虑。第一，每个人都可以成功创建晨间惯例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到早起，因为自己就不是能够早起的人。但作者认为，不要被自己的想法定义了。生活中的一个真理就是， 90% 的态度加上 10% 的表现等于成功。也许正是你给自己的心理暗示，才是决定自己无法早起的关键因素。
你不妨重新定义自己，将自己看成是喜欢早起的人，再挑战这个态度，看看能否成功改变。第二，人无完人，不要过于苛求自己。要是万一错过了一天，比如顺手关掉闹钟后又睡着了，那也不要紧，完全没必要自责。第二天再接着来。如果连着几天都不想起来，那就要回到步骤2，找出阻碍早起的原因，关注自己是不是每晚睡得太晚，或者是压力过大、精神疲惫，再重新调整活动清单。好，到这里本书的主要内容就介绍完了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。创建一套晨间惯例，主要有准备、计划、执行和回顾4个阶段。在准备阶段，要确定好早起的目标，排除不能早起的障碍，是睡眠不足，还是精神过于紧张，亦或是早起习惯性拖延。在计划阶段，要计算好早起活动需要的时间，列出详细的活动清单，还要找到让自己能量满满的行为。在执行阶段，作者强调循序渐进，从最简单的计划开始，降低每一项活动的难度，逐渐形成习惯链，并且特别强调把晨间惯例写在纸上。在回顾阶段，作者建议每周总结和调整一次晨间惯例，让它最符合你的工作和生活的需要。在本书的最后，作者告诉读者，是你的选择决定了自己的人生。你是选择一次次的赖在床上不起来，还是选择早起享受美妙的时光？你是选择浪费早上的时间玩手机，还是一点点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标？这一切完全取决于你自己。好，清晨高效能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。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，请订阅智慧星球听书频道，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，智慧值得传播，开启美好未来。谢谢您，再见。